大家好，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又来了，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。这一期是加股股息投资系列相关的股票追踪，看看第二季度 H&R、REITs 和 CU 这两只防御性的股票在第二季度的表现，主要还是看看他们在疫情期间基本面和现金流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。另外，应一位小伙伴的要求，研究了一只公共事业的股票 AQN， 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。下面视频开始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H&R-REITs 第二季度的表现。第二季度的财报是8月10号公布的，所以除去第二季度的3个月，在7月和8月租金回收率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除去8月份数据的不完整，在办公、住宅和工业用地的租金回收率都保持在 90% 以上。零售商店业务有了明显的回暖迹象，在疫情最严重的第二季度，大型商场的租金回收率保持在 50% 左右，而且恢复经济活动的7月到8月，租金回收率回升到了 60% 以上。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复苏，疫情后的新生活模式成为了新的日常，各大商场也恢复到了新常态下的经营，但是危机还是存在的。那收不回来的 30% 到40% 租金收入，可能是已经宣布倒闭的商家，或者是放弃经营的商户。如果未来政府停止发放救济金，而且失业率没有降低，那么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就会减少，商铺还会继续受到打击，住宅的租金回收率也有可能会因为住户拖欠租金而降低。在资金流的安全性上， H&R-REITs 第二季度的 Current Ratio 是 2.85， 十分安全，负债率是 54.65%， 比2019年年末的 51.37% 增加了 3.28%。这是6月份新发了债券来偿还信用额度，避免更高的利息支出，而且还在第二季度期间用更低的利率替换了之前的高利率房贷，所以债务虽然增加了，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经过上半年因为疫情而资产减值后，净资产总值保持在每股 21.8 美元，比现在10块钱的股价要高 118%。 萝莉自己已经持股了2个月，虽然股价跟我购买的时候的价格相差不多，也是每股10块钱左右，但是经过2个月的派息，每年快 7% 的派息率，在2个月的派息里给我增加了相当于 1% 的股份，也就是如果购买200股，每个月派息就能增加1股，在复利的效果下，5到10年的收益会十分可观。而 Canadian Utility Limit 这家公司在第二季度的表现平平，每股收益比分析师预测的每股36分要低，只有每股29分的收益，但是营收有 7.4 亿，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测，同比2019年减少了 1.62 亿，降低了 18%。虽然收入同比降低，但是并没有出现亏损，在疫情期间的收入减少是预料之中的。而第二季度的 Current Ratio 有 2.4， 公司的资金流动性保持良好，负债率是 65.82%， 和2019年末相差无几，说明 CU 并没有在这个期间增加债务，这得益于 CU 拥有 15.3 亿的流动现金，现金十分充足。在第三季度 CU 将继续派发股息，每股 43.54 分，比2019年的每股 42.27 分增加了 1.27 分的派息额。从1972年至今，派息额度持续增加。总体而言，虽然同比收入降低了很多，但公司维持正常，而且现金充足。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疫情期间，大量的工厂降低了用电量，从而导致了收入降低。随着经济活动的重新开启，工业活动恢复正常， CU 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。
股价也处于箱体震荡区间。作为长线防御型投资，安全性还是十分稳定的。在 Utility 公共事业那一期，有观众小伙伴咨询了一只公共事业的股票 Algonquin Power Utility Corp， 它分别在美国纳斯达克跟加拿大 TSX 上市，股票代码是 AQN。 这是一家专门开发可再生净洁能源的公共事业公司，旗下有2家子公司，主要的一家是 Liberty Power， 是一家北美发电控股公司，其拥有36个可再生能源和净洁能源的发电设施，其中包括了用风力发电、太阳能、水力发电和天然气发电，总发电量约为150万千瓦。另外一家子公司是 Liberty Utility， 主要业务为美国东部各州提供水、电力和 gas 的公共事务。在2019年的股价有差不多 45% 的涨幅，远超标普和加拿大 TSX 的公共事业指数。在2019年的财报中，2019年4个季度的营收和2018年的营收相差不多，但是2019年的每股收益却要比2018年的增加了不少。其经营增长来自于它的长期投资、合并和收购 Atlantic 亚公司的股份。这个收购起源于2018年，收购分2期交付，于2019年完成交易，最终获得了 Atlantic 亚公司 48.5% 的股份。而 Atlantic 亚公司的股票在2019年也增长了 37.09%。 AQN 从中获得了其投资收益，这个投资合并是十分成功的，有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，其中的增长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了。但是这样的投资收益并不具有可持续性，只能算是一次性事件，因为这是一家公共事业的公司，而不是一家投资公司。除去了投资收入，经营收入为 3.65 亿，比利息支出的 1.81 亿多2倍有余。同比2018年，利息支出有所增加，公司还处于上升阶段，需要增加负债来扩充业务。直至2019年末，负债率是 59.61%， 和2018年末的 60.61% 相差不多。但是资产规模却是逐年增加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资金流动比率 current ratio 只有 0.58， 比2018年的 0.98 还要低。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第2季度的季报中， current ratio 还是只有 0.62， 并没有明显改善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2季度现金流量表也处于资金流出状态，这是一个风险提示。而在 Liberty Utility 的业务上，用户大概只有75万，相对比例并不算高，将来还有不少的发展空间。作为一家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新能源公司，现在的派息率是 4.5%， 而且派息额度一直在增加，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。但是 AQN 的股价是否还会呈现2019年那样年增幅高达 45% 的增长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对罗莉这样的保守型投资者而言，作为长期投资， AQN 公司还处于观望期间。短期资金流上的短缺令这家公司的风险系数比较高，作为长线投资上存在隐忧。而新能源行业在未来是越来越受关注的，特别是现在全球变暖、温室效应的作用下，洁净能源的开发终将会提上议题，所以 AQN 也很大可能在未来成为一家成熟的公司。如果你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，那么可以考虑投资 AQN 公司的未来。风险和回报是相互相成的，高风险带来的可能是高回报哦，相对的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视频中都是萝莉的自己操作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哦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谢谢大家观看，
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。滴。